Overworld 半森精灵的神人 Part 18，铠甲熊王想要捕猎，暴打熊熊，驯兽之道。三头犬开始仔细闻了起来，这些命令就算不用说也可以下达，就算使用了静默魔法，也可以向召唤魔物发出命令。只有特殊职业才能针对召唤物的联系下手。不过说出来的原因，主要还是让马雷听见。下次就和马雷说的一样，启动森林密室，然后躲在里面，隐匿我们的踪迹是最重要的。了解。自己的建议被采纳，马雷很开心。马雷的建议很合理，安兹和马雷并没有能消除自己痕迹的能力，如果不加注意的话，很容易留下被人发现的痕迹，然后据此找到新的住所。所以原地不动才是好办法，使用森林祭司或者游击兵常用的魔法伪装来隐匿自己是最好的办法。但现在这里没有能用的人，马雷是森林祭司没错，但他的职业是特化型，偏重于范围杀伤。如果不使用魔法道具的话，除了几种强化系魔法，其他都无法使用。这样看来，躲在森林密室中是正确的。不过安兹有点不悦，毕竟亚乌拉在干活，自己在后面躲清闲，有些说不过去。当然，安兹也知道因人而异这个词，只不过是在被人安排了大量工作之后才知道的。布牛蒙还说没能力，但抢着干活的人是最麻烦的。那么这是正确的行为。作为魔导王有派发任务的责任，但这样的话，安兹是为什么出来的呢？带薪休假，可大人在休息，孩子在工作，罪恶感再次爬上了安兹的脊背。安兹拼命思考，想着既不给亚乌拉添乱，也能做点什么。最后只想到了陪伴马雷这样的事情，照顾小孩子，用这种借口逃避，也想不到帮助亚乌拉的办法，只能做这些，还是有些过意不去啊。不过还是要说服自己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不被发现。安兹怎么都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答案。那我们还是进入森林密室，等亚布拉回来。好的，马雷的回答让安兹感到了些许安慰。有一种魔兽叫铠甲熊，从远处看去和一般魔兽没什么差别，但不能及早区分的话，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。身长2到3米，4条前腿2条后腿，且有2个专用于战斗的前肢，长达60厘米，爪子锋利无比，坚于钢铁，像钉头锤一样的尾巴，而且身体大部分被铠甲保护着。支撑这个巨大身体需要强大的力量，在巨力支撑下，利爪发出的一击很轻松就能将人类连同他们的铠甲一起斩断。不过需要戒备的就只有这些了，即便肉体能力如此可怕，并不意味着能使用强大的魔法。铠甲熊只能使用芬芳魔法，但该魔法不能用于战斗，所以它只是森林中的上位掠食者，距离顶级还有一些距离。凡事都有例外，体长4米以上，无论特殊能力如何强大的魔物都可以凭肉体能力杀死。如果被陌生人看到，会以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，那也并不奇怪。它确实是一只铠甲熊，那当中能被称为王的存在。将一直进食的头抬起，发出一声摄人心魄的怒吼，吐出满是血腥味道的气息，慢慢嗅着空气中的味道，就算脸被血液弄湿，也能闻到2种从未闻到过的气味。吃饱了可以不管它，但不越敢驱使它走出来。这是他的领地，不容许任何家伙肆意闯入。凭粗壮的后腿站立，用爪子抓树，然后用身体在上面蹭，再次明确了这里是他的地盘。接着他走向味道的来源，路上使用芳香魔法掩盖自己的气味，通过这个方法，铠甲熊之主才可以接近猎物。如果不掩盖气味，是很难在森林中捕获猎物的。他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，如果察觉到了，总会做点什么，比如停止行动并谛听声音，或者直接逃走。但他什么都没做，或者他认为他们有2个可以轻松获胜。虽然被树木遮掩，无法看清，但他还是尽可能的安静地接近猎物。不过这已经够了，捕猎就是这样，如果你能看见猎物，猎物也能看见你。真正的猎人从不急于到达能互相看到的地方，而是暗中潜行靠近，仔细闻对方的气味，然后凭瞬间的速度爆发拉近距离。已经靠得很近了，但气味还是没动，所以就像他平时那样，一瞬间就像穿过树丛的疾风冲了出去。因为没有森林行动这种便利的能力，所以他事前砍倒了所有碍事的树木，这样当他来到这里时就能轻松通过。不过还未长成的小树无法阻止他，留下这些也是为了万一对方速度很快，可以作为障碍使用。即便有着压倒性的力量，捕猎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，这也是他做事前准备的原因。气味来源就在前面，一个小黑影骑在一个大黑影上面，他们可能不是同伴，而是一种类似共生的关系。上面小的用特殊能力警戒，下面大的负责逃跑。那么这样的话，2个都是单纯的食物。他放肆地笑了。
这样的距离他绝不可能失败。虽然下面的块头很大，但小的似乎有些蠢钝。现在吃饱了，但可以把食物埋在地下存起来，但还是有些不对劲。自己迈着狂野的步子一路驰骋，就算是最迟钝的家伙也会有所反应，并采取一定的措施。那黑影为什么不动？除了同类之外，还没有其他生物这样，或是被吓住无法动弹。在突进的时候，他还是想了一下。因恐惧而身体僵硬的猎物肉质最差，他喜欢将猎物弄到濒死，放弃求生的松软肉体是最美味的。于是他起身对着猎物大吼，不仅是恐吓，更是施加恐惧。他在心中想到：逃吧，你还有机会活下来，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好吧。捕猎万无一失，他也变得从容起来。嘿，我之前没见过你，可爱的小熊先生。这个小个子在说话。这让他想起了最近在树上看到过相似的家伙。铠甲熊虽然可以爬树，但并不擅长，所以为了获取树上的猎物，只能将那棵树弄倒，并把对方打到地上。当时因为距离太远，就没管他。但现在是在地面上，他的地盘，可以毫不犹豫地捕猎了。下面的大黑影正盯着自己，他发起了攻击，先攻击下面的大黑影，这样他们就逃不掉了。紧接着，砰的一声，攻击的爪子变得炙热，然后就是剧痛。铠甲熊倒下了，身体后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立刻查看自己的前肢，还好前肢还在，但剧烈的疼痛使他无法行动。接着他发出了痛苦的哀嚎。那个小东西手上拿着一个长得像蛇一样的东西，是被这东西攻击了吗？这种类似中毒一样的刺痛让他回想起小时候被毒蛇咬伤的记忆。行了，乖乖。小东西一挥手，附近的一棵树就发出巨响，然后从内部爆裂开来。自己虽然也能做到，但恐惧还是窜上了他的身体。这小东西真的很小吗？然后他的瞳孔放大。行了行了，别害怕嘛，看一点也不可怕，对吧？话音未落，上面的小东西和大黑影分开，然后小东西缓慢靠近，双臂张开。这样一看，和自己的体型还是差太多了。本来自己是猎人，对方才是猎物，那为什么这个小东西敢这样靠近？就好像他才是猎人一样。视线移到那个大家伙身上，他还是盯着自己看。这种难以理解的行为从来没遇到过，源于对未知的恐惧。铠甲熊拔腿就跑。小时候他脱离母亲独自生活，有无数次险些命丧敌手，所以从未知的敌人手中逃跑并不丢人。但好像有什么东西缠上了后腿，世界旋转了，一种被拉扯的浮空感传来，然后背后的冲撞感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地上滚了半圈，站起来的时候蛇一样的东西缠在后脚上，另一端在小东西手里。铠甲熊无法理解这一切，难道那个小东西把自己翻了过来？那个小东西，真是的，你别跑啊！小东西耀武扬威，这个声音真让人受不了。这个小东西能在攻击猎物的时候不释放杀气，或许它是伏击型，不知道那次在树上看到的是不是也这么厉害。这不行啊，不想让安兹大人等太久，相比活捉，还是杀了之后剥皮更方便一些。虽然有些浪费，但是可以用在我的实验上。安兹大人说过，杀掉是最后的办法。对方一直看着自己，或许是因为这小东西动作迟缓，所以才用手上蛇一样的东西捕猎。铠甲熊试图挣脱，但做不到。蛇一样的东西咬死在那里，那么办法只有一个，凭着自己最自豪的爪子。没有什么是爪子斩不断的。眼前的光景令他感到困惑。斩不断，从小到大第一次遇到斩不断的东西。行了，别挣扎了。身体在移动，对方拉着那一端，自己在地上留下痕迹的同时，也被拉得越来越远。没错，这个小东西有强大的力量，真受不了。我不喜欢干这个，那就试一次吧。如果不行，就宰了它。蛇一样的东西从腿上移开，快逃！和这个想法一同出现的还有身上的剧痛，以及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。铠甲熊再次发出哀嚎，痛苦接连传来，全身上下都有。如果试图缩起身体，后背就会传来剧痛。扭动身体，鼻子就会挨打；试图逃走，就会被巨大的爪子按进地里。这种事有可能出现吗？同时出现两个比自己强太多的家伙，好像下雨一样的声音持续，痛苦也接连不断。当铠甲熊不再反抗的时候，疼痛终于停止了，整个身体感觉很烫，就好像胖了2-3倍一样。终于老实了，自己现在要被吃了吧？曾经自己施加在猎物身上的一切都回到了自己身上。好啊，
乖啊，你知道哪条路是对的吗？我们走吧。虽然小东西张牙舞爪，但能把自己吃光吗？还是要和下面的大家伙一起？铠甲熊停止了思考，他觉得自己现在一定很好吃。陪你度过漫漫长夜，用动漫联系彼此。我是漫哥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